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，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啊？今天刘大爷在浏览网页的时候，看到网上有一些观点认为，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。考虑到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太好，因此就比较害怕自己得了老年痴呆，所以才发出了文章开头的那个疑问。那到底有哪3种饮食习惯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呢？我们又该如何的预防老年痴呆呢？一，您对老年痴呆了解多少？别看大家都对老年痴呆耳熟能详，但是要说到了解，估计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。根据权威的数据，全球有4000多万人得了老年痴呆，而且这个疾病的人数还有增加的趋势。虽然说发展中的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没有发达国家明显，但是发展中国家患老年痴呆的比例却显著的高于发达国家。单纯从老年痴呆这个名字来看，这个疾病就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。研究表明，老年痴呆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，平均年龄每增加 6.1 岁，其患病率就会增加1倍。到85岁以后，老年痴呆的患病率可以高达 30%。 调查还显示，老年痴呆在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中，患病率在发达国家为 6% 左右，女性的患病率比男性的大。我国目前存在700万左右的老年痴呆患者。老年痴呆和遗传有很大的关系。一般来说，如果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得了这种疾病，那自己得这种疾病的风险就会显著的高于正常人。这里需要注意一下，虽然老年痴呆和遗传有关系，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就是遗传病。在临床上有一个叫做遗传性感性的名词，专门描述这个情况。暴露在同样致病因素之下，有的人不会得病，而有的人就会得病。老年痴呆和某些慢性病，比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脂血症等，肥胖、吸烟、喝酒、熬夜等都有关。其实这个也好理解，上述的慢性病和某些生活习惯本身就会损伤我们的脑组织，自然也就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。老年痴呆的症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抽象的，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我就举个身边的例子。我有个亲戚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不仅只是记忆力不好，丢三落四的，随后由于病情加重了，所以记忆力下降得更厉害了，出门买菜都能够忘记回家的路，而且也逐渐的开始不认识自己的家人，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发生了改变。原本是比较爱干净的，但是现在不注意这个个人卫生，也不修边幅，行为变得也比较幼稚，而且也不太容易让人理解。比如随地大小便，把饭菜倒入厕所里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等。最后厉害的时候，压根就不跟人沟通，虽然四肢健全，但是却丧失了生活的自理能力。家里需要有人专门的照顾他的衣食住行。要说老年痴呆比癌症可怕，这也并非没有依据。目前并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有效的治疗老年痴呆，而且医生能够做到的只有延缓老年痴呆的发展，但是却没有办法阻止疾病的进展。相对来说，老年痴呆的治愈率很低，而且生存的时间也短。2. 哪3种饮食习惯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？ 1. 吃得太咸。根据一些研究，吃得太咸会损伤脑部的组织，导致认知能力下降，进而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。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，我们都知道，如果长期吃得太咸，那就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，而高血压本身就是很多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，心血管疾病本身就能够损害我们的大脑，自然就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。2. 吃得太油。如果吃饭吃得太油，那就会引起血脂异常。根据大量的研究，血脂异常的人得老年痴呆的风险显著的高于正常人。
我们都知道，当血脂偏高的时候，血管就会受到损伤，而且血脂异常本身也会加速脑部血管的老化，所以吃得太油，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也就不足为怪。3、吃得太饱。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，大家也不再为温饱发愁，因此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多人吃得比较饱。之前日本做过一些调查，发现 30% 到 40% 老年痴呆患者都有长期吃饱的习惯。不过这个也很好理解，我们都知道长期吃得太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，而肥胖本身就是老年痴呆的高危因素。3、我们应该如何的预防老年痴呆？上面之所以花大力气对老年痴呆的病因进行解释，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预防老年痴呆。在饮食方面，应该做到清淡而均衡的饮食，每天摄入的油脂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以内，每天摄入的食盐应该控制在6克以内，可以适当的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，保证每天摄入足量的水。吃饭要注意尽量控制在8分饱，切勿暴饮暴食。如果胃肠道功能不太好，也可以少食多餐。对于患有慢性病的患者，应该重视自己的疾病。我们都知道，当前很多的慢性病都是无法根治的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改善生活方式，加按时吃药，加定期的监测相关指标。如果发现疾病控制的不太理想，那还需要想办法去纠正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他们的社交活动相对来说都是减少了，而社交活动不足本身也是老年痴呆的高危因素。对于这个情况，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活动，借此来多认识一点人，多和别人来交流。与此同时，还可以进行一些用脑的活动，比如下棋、练书法、画画、打牌等。与此同时，也需要坚持运动。运动不仅仅能够增强体质，还能够排除不良的情绪。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，可以优先的选择散步，因为这种运动方式不仅仅安全，而且还容易坚持。运动需要长期坚持，每周应该至少运动5次，每次运动30分钟左右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注意戒烟酒、不熬夜、定期体检，保持乐观的心态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